我被好兄弟骗到缅北，大钱没搞到，腰子却被嘎了一个。正当我的另一个腰子也即将被嘎之时，突然激活了无限召唤战斗死士系统。九死一生的我命令10万战斗死士活捉电诈园区老板，我要让他也尝尝腰子被嘎的滋味。对不起主人，属下来迟了，让你少了一个腰子，我真该谢。叮，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无限召唤死士系统，新手大礼包发放成功，请问宿主是否开启？开启，立刻给我开启！我要复仇，敢嘎我墨风的腰子，简直就是找死！开启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10万普通战斗死士，每人装备 KA 一把，穿1级防弹背心，佩戴1级头盔。由于数量过于庞大，10万死士到达现实后，只能分布在宿主1平方公里范围内。宿主可通过手中的手机指挥他们前往园区营救宿主。尼玛，不愧是战斗死士，个个全副武装，还来了10万，别说是缅北了，恐怕金三角都要给他踏平的节奏啊！主人，我们这只是先锋小队，本来有20几个人，刚刚冲进来的时候，被外面的看守打的就剩下我们几个了。想要出去，必须让其他人都过来才行。此时，园区外1公里左右的地方突然出现无数全副武装的壮汉，一路狂奔直奔园区而来。我操作手里的手机，给每位战斗死士发去了统一的定位信息，这样当他们冲进来的时候，才不会误伤到我。园区门口，几个似乎没睡醒的保安突然听到远处由远而近的剧烈脚步声，犹如地震一般，一个个立刻精神了起来。什么情况？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地震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地震，是有人在靠近园区。不对，是有一群人，不，是数不清的人，黑压压一片，还全都带着枪。赶紧通知老板，呼叫支援！手忙脚乱的保安赶紧拉响了警报，拿着枪就准备迎战。还没等这几个保安反应过来，随着突突突的一连串枪响，门口的10几个保安连叫唤的机会都没有，全部倒地。此时，一个领头的死士大声喊道：“大家注意了，主人在园区西北角的2号仓库，别伤到主人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去把园区老板给控制了。”随后，一群死士直奔园区主楼的办公室，直接把枪打在脑门上。老板和他的几个手下全都吓得瑟瑟发抖。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我也没得罪什么人呀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！由于进攻之前，莫风特意嘱咐过，园区老板一定要留活口，等他处置，所以领头只是将园区老板看押了起来。另一边，负责营救我的死士很快就解决掉了2号仓库外面的守卫。我在里面也听到了他们逐渐靠近的脚步声，终于要得救了，心里非常的兴奋。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。出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抓到园区的老板，嘎我腰子我都忍了。最气愤的是，他们在这园区里每天向龙国波打骚扰电话，不知道多少龙国人被他们骗过，必须要好好惩罚下园区的老板。随着一声爆破声，仓库大门被炸开。主人，没伤着你吧？我们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好，这就出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武。主人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王武，这个名字不错。我现在任命你为这10万战斗死士的总司令，你叫几个手下，对整个园区进行排查，看看还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人被关在这里，全都放出来。好的，主人，立刻就办。王武领命而去，带着几个手下开始地毯式搜索园区，先是解救出那些被困的受害者，而我则在几个精锐的陪同下，直奔园区主楼办公室。我要亲眼看着那个打我腰子的人生不如死。王武，园区老板在哪？前面带路。主人，他就在顶楼的办公室。我们已经控制住了他所有的保镖。一行人怒气冲冲地冲上顶楼，一脚踹开办公室大门。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正瘫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，旁边几个死士用枪指着。就是他，嘎我腰子的就是他。我一步步靠近赵奎海，他吓得面如土色，一股奇怪的味道弥漫开来。原来这孙子直接吓得一股暖流顺腿而下。大哥，有话好说，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你在我身上下刀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误会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给你钱，给你很多钱，求你放过我。钱？你以为我现在会去这东西吗？他浑身颤抖着，像一只待宰的小羊。你不是很喜欢嘎腰子吗？今天我就让你也尝尝这滋味。不要啊！大哥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求你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？那些被你骗过的龙国人，你放过他们了吗？我一把将赵奎，赵奎海绝望的哀嚎。不要啊！救命啊！把他给我！我拿着刀鞘在他眼前比划着，寻找下手的地方。你说我先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你的胳膊还是你的腿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一个痛快吧！痛快？你想得美！赵奎海撕心裂肺般的喊叫声响彻整个办公室，我面无表情。很快地板都绿了，他的哀嚎声逐渐微弱，最终只剩下痛苦的呻吟，直到他彻底昏厥过去，我才停手。王武，把他弄醒，事情还没办完呢。好的，主人。当莫风和王武还在想要怎样继续折磨这个可恶的赵奎海的时候，人群中一个神情慌张的男人偷偷地掏出了手机，给赵奎海的表哥赵帕发去了求救消息，并悄悄地告诉了被看押的其他人，只要我们坚持1个小时，赵帕就会带着援军赶来。其实这个叫赵帕的才是园区幕后的真正老板，他手下有数不尽的雇佣兵，而且装备精良，就连坦克装甲车也有，在缅北称霸一方，好几个园区都是他的地盘。此时火眼金睛的莫风一眼就认出了正拿着手机发消息的男人。李铁蛋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有今天也全拜你所赐。原来
莫风之所以会来到缅北，就是被他的这个好兄弟李铁蛋给忽悠过来的。我看看你都给谁发的消息？好家伙，居然还敢叫援兵！你害我一次还不够，你这还想接着害我呀？你赶紧让他们来，有多少来多少，坦克大炮算什么？今天连你一起全给收拾了。我被好兄弟骗到缅北，一个腰子被赶后，我激活了无限召唤系统，我带着10万死士找出了园区老板和骗我过来的好兄弟，并解救了和我一样所有被骗的人。王五，把园区老板和我的那个好兄弟，还有园区所有的人都给我集中起来。好的，主人。10分钟后，园区里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聚集在广场上，他们中有保安、打手、程序员，还有那些被骗来的受害者。恐惧和绝望弥漫在空气中，每个人都瑟瑟发抖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。我莫风被我的好兄弟骗到这个鬼地方，腰子已经不见一个了。今天我要让所有参与这场罪恶的人都付出代价。人群中一片骚动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则面如死灰，瘫倒在地。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被骗来的人站到左边，园区的工作人员，包括保安、打手，都站到右边。众人犹豫了片刻，然后开始缓慢的移动。我再说一遍，被骗来的人站到左边，园区的工作人员和保安站到右边。不要试图蒙混过关，我会知道谁在说谎。站错队，我会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所有人都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，他们没有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向命运的深渊。很好，看来大部分人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但是有些人似乎还是不明白欺骗我的后果。我注意到右边队伍里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眼神闪烁，左顾右盼。你过来。男人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脸色苍白，却不敢违抗我的命令，只能低着头慢慢走到我的面前。怎么，你还想跑吗？当初把我骗到缅北的时候，你不是挺能说的吗？刚刚你发消息叫援兵，我还没给你算账，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原来这个男人就是把我骗到这里来的那个好兄弟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这家伙居然偷偷的给控制这片地区的赵爬将军发去了求救信号。峰哥，我别叫我峰哥，你不配。说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也是被胁迫的，我也不想的。被胁迫的？谁胁迫你？海吗？啊，对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峰哥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死。你也有脸提你的家人？那些被你骗来的人，他们的家人怎么办？这时，左边队伍里一个年轻人指着我的这个好兄弟，就是他当初把我骗来的，他还说只要我来了就能赚大钱。结果，年轻小伙泣不成声，他的遭遇引起了周围人的共鸣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指证那个保安，控诉他犯下的罪行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装，你接着装。你以为一句知道错了就能抵消你的罪行吗？你以为一句错了就能换回那些被你毁掉的人生吗？我转过身对着王五说道：“把他带下去，处理了。好的，主人。”王五带着几个死士将好兄弟拖了下去，他的惨叫声在广场上回荡，像是在警示着那些还在犹豫的人，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，不要试图逃避应有的惩罚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现在所有参与过行骗的人主动站出来，我可以考虑从轻发落。王五把园区的老板带过来。几分钟后，王五押着园区老板赵奎海来到莫风跟前。赵奎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赵奎海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电诈园区老板，此刻就像一只丧家之犬，浑身瑟瑟发抖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峰哥，我错了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求你放过我。钱？你以为钱能买回你的命吗？你以为钱能弥补你犯下的罪孽吗？对，我有5亿现金，都给你，只要你放过我。5亿现金，这无疑是一笔巨款，足以让任何人动心。然而我却丝毫不为所动，因为我知道赵奎海的钱都是沾满罪恶与泪水的脏钱。午夜，你以为我会稀罕你的脏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的不是你的钱，我要的是你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不，峰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只要你放过我。做任何事？你以为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我真的愿意，5亿都给你，我这就告诉你钱藏在哪里。赵奎海刚要说出藏钱的地点，或许是担心一旦我拿到钱，他就会小命不保，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答应放过我，我就告诉你藏在哪里。赵奎海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猾，我知道他在打着如意算盘，想用钱来换取他的性命。然而他太低估我了，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。你就算告诉我钱藏在哪里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实话告诉你，今天不管你说不说，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不，峰哥，我真的会告诉你的，只要你拖出去。好的，主人。撕心裂肺般的喊叫再次响彻整个园区，几声枪响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安静。王五，赵奎海说他有5亿现金，这么大的量，他应该就藏在园区里的某个地方。你立刻带人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这笔钱。半个小时后，王五带着几个死士回来了，他们的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，身后跟着几个推着板车的人，板车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。我们找到了，赵奎海藏的钱都在这里。很好，王五，你做得很好。我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现金，心中没有丝毫喜悦，只有无尽的悲凉。这些钱都是赵奎海用罪恶换来的，
每一张都沾满了受害者的血泪。王五，拿出1个亿分给那些被骗来的人，然后派死士护送他们回家，一定要安全送到家里。好的，主人。死士们开始行动起来，他们将现金分发给那些被骗来的人，每个人都分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，这是他们应得的补偿，也是他们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。你们都是受害者，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，回到你们的家人身边，开始新的生活。那些被骗来的人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他们眼含热泪，向我深深鞠躬，感谢我的救命之恩。谢谢您，峰哥，谢谢您。在死士的护送下，那些被骗来的人踏上了回家的路途，他们带着希望，也带着对未来的憧憬，离开了这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王五，园区里所有参与诈骗的人，一个都不能留，马上处理掉，然后让所有死士都进入园区休整。我那好兄弟既然发出了求救信号，很快赵帕将军就会带着他的部队打过来，等待我们的还有一场硬战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1阶段任务，请问宿主是否开启第2阶段？我被骗到缅北后，不仅在1天内就占领了电诈园区，还找到了被老板藏起来的5个亿。然而，我那10万死士却依旧无法解决温饱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再次开启系统，兑换更强的装备，占领更多的园区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1阶段任务，现开启第2阶段任务，摧毁赵帕集团的电诈园区。系统，请帮我查询一下赵帕有多少兵力？赵帕，此人盘踞缅北数十年，手下兵力10000人以上。宿主刚刚占领的这个园区，只是他控制的园区其中之一。宿主只要摧毁赵帕集团，就能获得更多武器装备。我明白了，王五，10万死士休整的怎样了？报告主人，由于人数太多，再加上有些水土不服，吃不下东西，很多死士都还饿着肚子。丁，现开启系统商城，宿主可以用现金兑换武器装备和适合死士享用的食物，帮助宿主完成任务。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虚拟的面板，上面琳琅满目的陈列着各种武器装备，从轻武器到重武器，应有尽有。赵帕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我打开了系统商城，仔细浏览着上面的武器装备。虽然找到了园区老板的5个亿，但1个亿已经分给了和我一样被骗过来的那些人，剩下的4亿，我拿出3亿全部兑换成了装备，坦克、装甲车、直升机等重武器，这些我都要。丁，兑换成功，武器装备已发放至宿主指定地点。我带着王五来到仓库接收武器装备。这些装备你们会用吗？会的，主人，我们全都是全能兵，别说是这些坦克、装甲车、直升机了，就是给我们一艘航空母舰，我们也照样能开动它。此时，赵帕听说自己一个园区被来历不明的一群人占领，他也集结好了部队，准备前往营救，却没想到我先发制人，命令所有武装到牙齿的战斗死士驾驶着坦克、装甲车，直奔他的盘踞营地而去。赵帕用望远镜看到黑压压的一片，朝他而来，瞬间吓得年轻了不少。快让埋伏在园区外的2个团立刻围上去，用人海战术，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的前进。收到，立刻执行。虽然上来了2个团，但面对我方的坦克、装甲车，这些血肉之躯显然无法阻挡。赵帕看到这一幕，差点就一股暖流顺腿而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在这缅北盘踞了几10年，没听说谁有这么好的装备。而且他们到底来了多少人？怎么感觉四面八方全都是他们的人？他们到底是谁？太可怕了，将军，我们快顶不住了！完了，顶不住了！快，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派上去，拦住他们，必须拦住他们。随后，赵帕剩余的几千人也全都投入战斗，但依然是蚂蚁大打算，根本无法阻挡我方的前进步伐。将军，我们快跑吧，再不跑小命不保了。3公里外还有我们刚刚建好的堡垒，我们只要跑到那里，应该就安全了。赵帕没有丝毫犹豫，点了点头，立刻上车往堡垒方向奔去。快让我进入堡垒！虽然赵帕灰溜溜的逃跑了，但达龙园区曾经是赵帕集团的另一个重要据点，此刻已被我的钢铁洪流踏平，残垣断壁间，几家公司的老板瑟瑟发抖，他们都是被赵帕控制的手下，平日里作威作福。王五，把园区里的所有人聚集起来。主了，所有人都在这里了，您看怎么处理？赵帕虽然暂时逃跑了，但你们却逃不掉，把你们所有的不义之财都交出来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你别太嚣张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可是赵帕将军的人，你敢动我们，赵帕将军不会放过你的。就是赵帕将军手底下有上万人的军队，你就算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斗得过他。识相的就赶紧放了我们，否则什么？否则你就等着吧，赵帕将军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此时的赵帕早就躲进了他坚固的地堡里面，都不敢露面，我连他都敢动，还会怕这些跳梁小丑吗？王五，动手！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赵帕将军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赵帕，他现在都自身难保，你觉得他还有时间来管你吗？我指着已经远处倒下的满地赵帕的手下，语气冰冷。看到了吗？
这就是赵帕的下场。你们以为就凭他那几个虾兵蟹将能是我的对手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赵帕将军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跟赵帕将军作对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让你们这些为虎作伥的恶人付出代价。我目光如炬，语气坚定，仿佛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，压得几个老板喘不过气来。我错了，我愿意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我也是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只求你饶我一命。强烈的恐惧感在几个老板之间蔓延，他们终于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个男人绝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记住，出来混，迟早是的。我挥了挥手，示意王五将他们带下去。王五，打扫一下园区，调查清楚哪些是被骗过来的受害者，给他们一些钱，让他们回家。那些参与过诈骗的人，全部移交当地警方。随后，我命令王五成立一个后勤保障部，负责我的10万死士的饮食起居以及装备分配。毕竟10万人的庞大体系，要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安排，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要乱套。王五，这个龙达园区和昨天占领的辉盛园区2个园区分别安排一半的人，这2个园区今后就是我们的大后方，用来囤积物资和装备。下一步还有更大的计划。好的，主人，我马上安排。转眼来到晚上10点，空闲下来，我突然想起了家人。要知道我来这边已经3天了，还没有给家里报平安。于是我掏出手机，父亲问我在哪里，我只是简单的敷衍了几句，说自己在南方，已经找到了工作。然而父亲在临挂电话时告诉我，母亲得了重病，需要一笔钱。我非常明白父亲的意思，于是立刻开上缴获来的几辆车，来到小孟拉城区，准备找个银行给家里寄钱。当我到达小孟拉城区，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我被骗到缅北第4天，我活捉了5个园区老板，为了保命，他们愿意拿出20亿。然而，当我去银行想取出这些钱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。王五，几个园区的老板既然愿意交出20亿，你马上准备撤，去银行拿钱。我和王五来到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，这里银行林立，但我一家一家的问过去，却没有人搭理我。我只是想取点钱，为什么不给我办？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里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多年来一直被军阀控制。你一个外来人，我们实在不敢取这么多钱给你，还请你谅解。那我要怎么办才能拿到钱？您可以去找达卡先生，他是本地最有势力的人，只要他点头，事情就好办了。这是他的地址。我无奈地离开了银行，根据经理提供的地址，来到了一家名为金角的酒店。首领，这里就是达卡先生的地盘，进去看看。酒店里乌漆嘛黑，乌烟瘴气，几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，眼神凶狠地扫视着来往的客人。尼玛，这是开的酒店吗？搞得这么吓人，谁敢来住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找达卡先生。哼，等着。大汉转身走进酒店，不一会儿，一个身材矮胖、满脸横肉的男人走了出来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屑。你就是来找达卡先生的吗？我们达卡先生可不是什么人都见的，你最好先说说你的来意。我有20亿需要取出来，麻烦达卡先生帮下忙。取钱？哼，你以为这是你家？想要就能拿出来吗？你得按我们的规矩办事。什么规矩？你给我仔细说说。很简单，买我们的货物。男人说着，指了指背上背着的东西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。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？小子，你新来的吧？我们达卡家族控制的整个缅北地区，你想要在这里立足，就必须得跟我们合作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心中冷笑，我连赵帕的坦克大军都不怕，还会怕他一个卖军火的？武器我有的是，我不需要向你购买，我只要我的钱。哟呵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敢跟我们达卡家族叫板？信不信我？王五，王五一个箭步上前，男人两眼金星直冒的晃悠着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你居然敢动手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我只想拿回我的东西。我连赵帕都敢动，还会怕你吗？我语气冰冷，眼神凌厉，男人被我的气势震慑，吓得浑身发抖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你没资格和我谈。去叫你的主子达卡出来见我。男人捂着脸，灰溜溜地退了回去。我则在原地等待着达卡的到来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一个打扮精致的女服务员端着茶水走了过来。她身材高挺，容貌姣好，但眼神中却透着一丝忧伤。先生，这是达卡先生请您喝的茶。谢谢。我接过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无意间，我发现女服务员的胳膊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痕，像是被利器划伤的。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女服务员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低下头，轻声说道：“先生，你是龙国过来的吧？其实我也是龙国人，被骗到这里来的。他们……”女服务员的声音哽咽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我懂了，别怕，我会帮你的。我看着女服务员，心中不是滋味。你放心，今天我一定会让你脱离苦海。真的吗？您真的能帮我吗？当然，我向你保证，等下就带你离开这里，回到龙国。女服务员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希望的光芒，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示意她安心，然后转头看向酒店深处。达卡并没有出现，走来的是他另外一个手下。我是达卡先生的管家，你可以叫我阿虎。我们达卡先生日理万机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。你小子想要见我们达卡先生，改天再约吧。那好，其他事情我们改天再谈。
但是今天我想把他带走。小子，你口气倒是不小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敢在我们达卡家族的地盘撒野，你活腻歪了吧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我必须要带走他。你小子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这是我们达卡家族的人，且是你想带走就带走的吗？说着，管家拍了拍手，顿时从酒店的各个角落里涌出几十个彪形大汉，将我团团围住。他们个个凶神恶煞，手里拿着各种武器，一副要把我生吞活剥的样子。小伙子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滚还来得及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王五，明白，首领。王五掏出一个。小伙子，你以为叫几个人就能吓唬住我们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达卡家族在缅北是什么地位？你管家的话还没说完，酒店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，300名全副武装的战斗死士一贯而入，他们个个身手矫健，眼神凌厉，瞬间控制了整个酒吧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你照样没资格和我谈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让开！管家看着眼前这支气势汹汹的队伍，顿时吓得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。他意识到自己踢到了铁板，眼前的这个男人绝不是他能招惹得起的。带他走！王五立刻带着女服务员离开了酒店，而我则冷冷地扫了一眼阿虎和他的手下，然后转身离去。王五，处理一下，一个不留。好的，首领。此时，在金角酒店的顶层，达卡正悠闲地听着手下的汇报。老板，刚刚有个龙国的人带人闯进了我们的酒店，不但带走了我们一个女服务员，还把大管家和他的几十个手下全都解决了。什么？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居然敢动我的人！给我查！我要知道这小子是什么来头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被好兄弟骗到缅北的我，腰子被嘎了一段。随后我激活了无限召唤系统，召唤出10万战斗死士，4天内占领了6个电炸园区，终结了8个园区老板，还解救了许多和我一样被骗过来的同胞。为了取出园区老板们的20亿，却得罪了当地的军火贩子。王五，首领我在。今天大闹了军火贩子打卡的酒店，还打死了他10几个手下，他肯定会想办法报复我。首领有什么吩咐，你只管说。立刻给我查，我要知道关于这个打卡的一切，他的军火库都在哪里，他的武装力量到底有多少，他的一切都得查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我眼中闪过一丝寒芒，我要让这个打卡知道，有些人是他惹不起的。好的，首领，立刻就办。王五领命而去，迅速召集人手展开调查。很快，打卡的底细就被摸了个一清二楚。这个打卡原本只是金三角地区的一个小毒枭，后来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搭上了境外的一条军火线，开始做起了军火生意。短短几年时间，就积累了大量财富，手下有几千人的军队，成为了缅北地区最大的军火贩子之一。呵呵，有点意思。这家伙就这点人，还这么狂。我看着手中的资料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王五，传令下去，派出2万武装战斗死士，目标打卡的据点，活捉打卡。好的，首领。王五兴奋地领命而去，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。打卡的据点位于距离我们大约50公里的一处山谷中，易守难攻。首领，根据情报，打卡的据点防守严密，拥有数百名武装人员，还有重型武器。王五指着地图上标注的红点说道：“我们要不要？不用担心，王五，记住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攻城拔寨，而是擒贼先擒王。”王五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战斗很快打响，在我的指挥下，几万战斗死士如同尖刀一般直扑打卡的5个据点。打卡的那些手下虽然人数众多，武器精良，但在训练有素的战斗死士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第3野战团，请报告你们的位置。报告副总指挥，我们离打卡的2号据点还有5公里，方位。你立刻抽调200名精锐，往西北方向打卡的指挥中心前进，我和首领马上就到。好的，明白，立刻执行。顶楼，一脚打卡的房门被一脚踹开，我带着王五等人大步走了进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擅闯我的地盘？达卡惊慌失措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色厉内荏地吼道：“你就是达卡！”我走到达卡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对，是我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应该问问你自己，都干了些什么好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你贩卖军火，助纣为虐，残害我龙国同胞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达卡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终于明白自己这次是遇到真正的强者了。我愿意用钱，用我所有的钱换我一条命。钱？你以为你的命能值几个钱？我本来不想招惹你，但是我的20亿你却不让我取出来。我马上通知他们，马上把20亿给你运到你面前。晚了，你的命现在都在我手里捏着，不用你说话，他们也不敢再不给我取钱。
不，我还有其他的东西。达卡语无伦次的说道。我可以给你提供武器，我认识很多军火商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想跟我合作？说说看。对，我们可以合作。你要明白，这里是缅北，你如果没有强大的装备补给，很快就会被其他军阀打败。合作？你似乎搞错了状况。现在的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达卡额头冷汗直冒，却不得不强装镇定。不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想为您效劳。您要知道，这片土地可是缅北。我猛地一拍桌子，打断了他的话。这片土地怎么了？这片土地上的人就应该被你们这些蛀虫欺压吗？就应该成为你们敛财的工具吗？达卡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我考虑到系统虽然也能兑换装备，但每天数量有限，想要在缅北站稳脚跟，确实需要很大的物资补给。所以我决定暂时接受达卡的建议。我可以考虑你的提议，但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解救我的同胞，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恢复安宁，而不是为了与你同流合污。我明白。达卡如蒙大赦，连连点头。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做任何危害龙国同胞的事情。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拿武器装备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达卡吓得一哆嗦，连忙点头如捣蒜。随后达卡带着我们来到他另外一个仓库，我挥了挥手，示意王五接管达卡的武器装备。达卡不敢有丝毫反抗，乖乖地交出了所有东西。就这些了吗？全都在这里了。本来还有很多坦克和迫击炮，但是前几天赵帕说要对付一个龙国过来的小子，全给拉走了。我冷冷地瞟了一眼达卡。难道赵帕说的那人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赵帕要对付的就是我，但是他的2个团已经被我剿灭了。尼玛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赵帕的实力在缅北可是数一数二的，居然都被灭了2个团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你别再说这些没用的，你这些武器装备都哪里来的？还能不能搞到？这都是从国外偷运过来的，我有渠道，但是我明白达卡的意思。他现有的装备已经全部归我所有，如果还想继续让他供应，肯定需要钱。只要你能给我继续补给，钱的问题我会解决。但是我要再次提醒你，不要再做对龙国同胞不利的事情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好的，我马上联系我的上家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拿下达卡，我和王五回到营地。王五向我汇报了最新的情况。首领，有件事情比较麻烦，赵帕那边有动静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前几天我们端掉了他的2个团，他怀恨在心。据我派出去的手下侦查，现在他正在重新集结部队，准备对我们进行反扑。我轻笑一声，看来这位赵帕先生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呀。他以为就凭他那些乌合之众，就能奈何得了我吗？王五也露出了一丝冷笑。首领，要不要我们？赵帕这个钉子必须要拔。既然他想玩，那我们就陪他好好玩玩。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赵帕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全军覆灭。我被别人讨厌，被要自卑，改一个多系统出现在我是文人，3天内打不出去就痛吧，正灭军阀2武装加强团，捕捉军火商，送他为国民投奔我。王五，去问问达卡，我要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好的，首领。王五来到关押军火商人达卡的房间内，极不耐烦地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你的上家有消息了吗？我们要的货什么时候到？”王哥，我的上家已经传来了消息，2万把 AK 和20万发子弹，还有新式坦克炮弹1万发，都已经在路上了，很快就能送到。王五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一阵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，整个房间都剧烈的晃动起来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名手下跌跌撞撞的冲了进来，惊恐万分的喊道：“不好了，赵帕带着人打过来了！这家伙用远程炮火直接摧毁了我们的坦克连，我们损失惨重，没了坦克根本不是赵帕的对手。”王五顿时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来不及多想，王五立刻冲了出去，拿着望远镜一看，瞬间被吓得一哆嗦。这家伙火力怎么这么猛？他哪来的远程火炮？你们给我盯住，我马上报告首领。通讯器里突然传来王五焦急的声音：“首领，赵帕这家伙他疯了，他动用了远程火炮重武器，我们的兄弟损失惨重，坦克连全军覆没，10万死士，现在只剩下不到3万了。3万，只剩下3万了。赵帕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真以为凭着几件破铜烂铁就能与我抗衡？你太天真了。”由于这2天一直忙于和达卡混战，都没时间召唤系统，现在伤亡惨重，看来是时候召唤系统了。狗系统，快出来！宿主都小命不保了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您的需求，现为您提供以下选项：1. 精英武装战斗死士，配备3级头盔、3级防弹衣，手持 M416，战斗力是现有死士的10倍。2. 远程火箭炮，射程299公里，威力巨大，可对敌方阵地进行覆盖式打击。我从来不做选择题，
这些我都要。丁，2万名精英武装战斗死士，10门远程火箭炮已经发放到仓库。火箭炮请宿主谨慎使用，因为该火箭炮射程虽然只有299公里，但误差可达2000公里。尼玛，这哪是什么火箭炮？你这根本就是中程导弹呀！清点好武器装备，我立刻呼叫王五。园区外山谷坦克连驻地，王五焦急地来回踱步，不时地看向门外。爆炸声越来越近，他知道赵帕的部队很快就会打到这里。王哥，快顶不住了！首领怎么说？要不我们先跑吧？跑？我们能跑到哪里去？赵帕这个疯子，他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就在这时，一个士兵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王长官，不好了，赵帕第2轮的炮火又打过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门外响起，整个房间都剧烈地摇晃起来。哈哈哈，莫风，你没想到吧？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！赵帕站在一辆坦克上，嚣张地狂笑，炮口对准了指挥室的方向。正当他准备指挥开炮时，王五首领的声音如同平地惊雷，在王五耳边炸响。首领，您还活着？我当然活着，而且还给你带回来了好东西。我语气轻松，仿佛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般。10门远程火箭炮，给我瞄准赵帕的炮兵阵地开炮。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云霄，10枚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吻焰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精准地打向赵帕的炮兵阵地。这就是首领说的好东西吗？王五喃喃自语，语气中充满了敬畏。赵帕，你以为几门破炮就能挡住我？在远程火箭炮的狂轰滥炸下，赵帕的炮兵阵地转眼间化为一片火海，坦克部队也损失惨重。原本占据绝对优势的赵帕部队，此刻却被我打得溃不成军，节节败退。该死，这怎么可能？赵帕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精心准备的进攻竟然会被如此轻易地瓦解。快向白家求援，就说我赵帕危在旦夕，只要他们肯出兵相助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走投无路的赵帕只能向果敢地区势力最大的白家求救。莫风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白家大军一到，就是你的死期。电话接通，赵帕的声音颤抖着，带着一丝慌乱和卑微。白老板，我是赵帕呀。赵帕，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电话那头，白家3少爷的声音充满了不屑和傲慢，仿佛高高在上的君王在俯视一只蝼蚁。白老板，我遇到麻烦了，莫风那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批重武器，我的部队损失惨重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啊！莫风，就凭他也敢动你吗？你可是赵帕。白3少爷语气中满是不屑，但想到以前赵帕对白家也还算有些恩情，于是白3少爷还是勉强答应了救援。放心吧，我白家这就派兵支援你。区一个莫风，我还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谢谢白老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赵帕没齿难忘。不过，白3少爷的声音突然变得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这次出兵，我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赵帕顿时明白过来，白老板这是要趁火打劫啊！但他现在已经走投无路，只能咬牙答应。白老板您放心，只要您能帮我度过这次难关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哈哈哈，好，我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你放心，等我白家大军一到，就是莫风的死期。挂断电话，赵帕的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，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莫风跪地求饶的场景。只有一个腰子的我，却拥有10万武装死士。为了保住另一个腰子，我不但要活捉嘎腰子的人，让他也感受腰子被嘎的滋味，还要剿灭盘踞在缅北的各大电炸园区和军团。报告首领，白家派兵来了，领头的好像是白家3少爷白展鹏。据我了解，白家在果敢地区势力庞大，远非赵帕可比。白家来的正好，当初下令嘎我腰子的就是白家的人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遭遇新的敌人，现发布任务：摧毁赵帕和白家。系统为你提供2万名精英武装死士 ，M3 主战坦克10辆。这狗系统这次给的奖励还算可以。白家，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另一边，白展鹏带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浩浩荡荡地朝着赵帕的营地开来。3少爷，前面就是赵帕的营地了，咱们要不要先派人去探路？探路？探什么路？区一个莫风，一个外来人，也值得我白家如此兴师动众，直接杀进去。我要让这小子知道得罪我白家的下场。是，3少爷威武。很快，白展鹏的部队抵达赵帕的营地。赵帕，你可真是没用，连个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，还要劳烦本少爷亲自出马。3少爷，你可算来了，这个莫风火力很强，我实在顶不住了。你给我一边去，等我收拾了莫风，他的地盘，他的钱就都是我的。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将白展鹏从幻想中拉回了现实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爆炸声？报告3少爷，好像是莫风那小子在进攻赵帕的营地。什么？他以为他是谁？真是不知死活！给我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，碾碎他们！
喊杀声震天动地，赵怕残余的部队在白家援军的带领下，对莫风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然而，随着莫风一声令下，10辆 M3主战坦克喷吐着愤怒的烟雾，朝着敌人席卷而去，炮弹呼啸而至，白家士兵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，转眼间就损失惨重。这家伙哪来的这么多重武器？赵怕，你不是说他只是一个毛头小子吗？三少爷，不好了，我们根本无法抵抗对面的火力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给我冲上去！我就不信他莫风还能挡住我们这么多人。然而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。很快，我就攻进了赵怕的营地。你就是白家三少爷，快说，当初下令嘎我腰子的人到底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警告你，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可是白家三少爷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白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赵怕，你说是谁指使你的？不说是吧？那就下去和你那些兄弟团聚吧。王五，动手！是他，就是他们白家，是白家二少爷白展虎让我做的。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白家二少爷是吧？这么说，是你二哥哟。很好，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狗命。王五，把赵怕给我拖出去处理了。至于白三少爷，先关起来，等我通知白家，让他们自己过来领人。白家大宅气氛凝重，白家家主白震天坐在椅子上，脸色铁青。下方，白家大少爷白展龙、二少爷白展虎以及四小姐白小双皆是一脸凝重。岂有此理！这个莫风简直是欺人太甚，竟然敢绑架我白家的人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父亲，三弟这次确实太过冲动了。我们还没搞清楚这个莫风的底细，他就贸然带人去帮助赵怕，结果，老三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惹是生非。这次要不是他，我们白家怎么会招惹上莫风这个煞星？大哥、二哥，你们这话就不对了。三哥虽然做事冲动了一些，但他也是为了我们白家好，不是吗？再说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三哥救出来才是正事。小双说的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回展鹏、展龙、展虎，你们怎么看？父亲，依我看，我们应该先派人去和莫风谈判，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。如果他能放了三弟，我们可以付出一些代价。大哥，你太天真了，这个莫风连赵怕都敢杀，你觉得他会把我们白家放在眼里吗？依我看，我们应该直接派人杀进去，把三弟救出来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说的都不无道理，不过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让我去处理吧。小双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二哥，据我了解，这个莫风当初就是从你手底下的人手里逃跑的，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小妹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二哥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当初你为了独吞那块地皮，害人去嘎了莫风腰子的事，真当我不知道吗？你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？你别血口喷人。二哥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继续装下去吗？你真以为自己做的那些勾当能瞒天过海吗？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要在这里吵吵闹闹？展虎，小双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父亲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我去会会这个莫风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感动我们白家的人。我有办法让这小子乖乖的放了三哥。骑上去，立刻给我骑上去！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缅北电诈分子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！丁，检测到宿主目前极其愤怒，成功激活超级折磨系统。宿主可通过折磨缅北诈骗分子获得威望点，威望点可在系统空间兑换折磨工具和奖励。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！无限死尸系统负责踏平电诈园区，缴获他们骗来的钱财，而折磨系统就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这双系统，被骗过的龙国人，从现在开始有冤报冤，有仇的报仇了。王五，传令下去，以后攻占电诈园区的战斗，尽量使用橡胶子弹，我要抓活的，绝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轻易的嘎掉。对了，我们现在一共抓了多少缅北诈骗犯？首领，目前为止，我们踏平了8个园区，歼灭抵抗分子1万余人，缴获钱财60亿左右，还有几座金矿，包括白家三少爷在内，俘虏了大概400人左右。活的才400来人，有点少啊，不过也够了。以后记得一定要抓活的，先把这400人全部给我召集起来，该给他们定定规矩了。好的，首领，马上就办。所有人立刻起床，马上到园区广场集合。尼玛，这是谁呀？大半夜的叫起床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妈的，这到底是谁？老子要去把他腰子嘎了，再给他丢到下水道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吵老子的美梦！我要他的命！三少爷，阮司令，小声点吧，我们现在已经被莫风俘虏了，咱命现在在人家手里。
去他妈的莫风！老子可是果敢白家的三少爷，家族很快就会派人来救我出去，到时候我第一个就要嘎他莫风的腰子。不过现在还是保命要紧，走，起床看看他要干嘛。5分钟后，白家三少爷和他那些手下全都乖乖的起床，来到广场，一个个还是一副桀骜不驯的表情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地狱般的折磨马上就要落在他们头上。首领都到齐了，一共426名俘虏，他就是白家少爷。个个长得细皮嫩肉的，等下都给你们好好保养一下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要宣布一下这里的规矩：第一，所有俘虏从天亮开始都给我去我的工厂里打螺丝，每天每人必须打15个小时，否则没有任何食物。第二，实行末位淘汰制，每天螺丝产量最低的人立刻拖出去嘎腰子。第三，也是你们最关心的每天的伙食问题，只要你们认真干活，我不会饿着你们，保证顿顿有肉吃。早上蜂蜜猪大肠每人2斤，中午猪腰刺身1对，晚上我还没想好，想好了再说。另外，每天分配给你们的食物必须给我吃完，否则就地处决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树立威望，获得威望值100点，系统空间成功打开。尼玛，还有系统空间，不知道里面都有啥。我抗议，我讨厌打螺丝，还必须工作15个小时才吃饭。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生产队的驴。就算是生产队的驴，也比我们过得好，他至少有黄豆吃。你给我吃蜂蜜猪大肠，还有猪腰刺身，这是人吃的吗？莫风，你这样对我父亲绝不会放过你。这里可是缅北，你等我出去了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抗议，你不能这样对待俘虏，你的规矩完全不是人想出来的，我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。首领，要不我们……随着几声枪响，莫风直接处决了2名想要夺枪反抗的俘虏。恭喜宿主使用杀鸡儆猴策略，再次在俘虏心中树立威望，获得威望值90点，够300点就可兑换工具。嘿嘿，这系统是我想要的，300点才能兑换工具。我要加快折磨这些诈骗犯的进度了，不过可不能再轻易嘎人了，要让他们都活着，让他们慢慢感受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打击，这才是我最想要的。莫风心里非常清楚，这是一群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恶魔，要彻底的将他们征服，他们才能乖乖听话。莫风，我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我也不管你要为何人报仇。我们虽然骗你的同胞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被你俘虏，我们也是人，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。你这样折磨我们，和我们之前的做法有什么区别？一群丧尽天良的畜生，你们也配称是人？为什么不是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我告诉你，以我白家的实力，很快你就会被我们征服。你不提白家的实力还好，你这一提到是提醒了我。你作为白家的少爷，你知不知道你白家所谓的实力是怎么来的？你白家有今天的地位靠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都是我白家的族人拼死奋斗打拼得来的，这一点和你要折磨我有什么关系？好一个打拼和奋斗！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你们白家在这缅北控制了大大小小20-30个电诈园区，每天向龙国百姓打去无数的诈骗电话，有多少龙国家庭因为你们一个电话家破人亡，多少退休爷爷奶奶的养老钱被你们榨干？不仅如此，你们还欺骗龙国同胞来到缅北，说是为了搞大钱，结果却都沦为你们诈骗的工具。不听话的，完不成业绩的，轻者被关狗笼，被恶狗撕咬，到最后还要嘎掉他们的腰子，榨取最后一点价值。你说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你胡说八道，你是口喷人，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，你瞎编。要说白家这个少爷没有参与这些事情，几乎没有一点可能。他之所以不敢承认，是因为他知道龙国的强大，一旦承认这些事情都与他们白家有关，他们就算有100条命也不够洗。而白家的这些手下更是直接下手的那群人，当初他们欺骗龙国同胞是有多猖狂，现在就有多害怕。来到这里，你们还想着跟我装可怜是吧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既然你们要装可怜，那好，我就好好的招待一下你们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110点威望值，已经彻底征服这群诈骗分子，他们对宿主的恐惧已经达到极限。又得到110点，现在刚好有300点，按照系统所说，可以兑换折磨工具了。莫风，说吧，你要怎么样才会放了我？我们家族有的是，只要你开口，多少都可以，求你给条活路。白少爷，我可以把你这番话理解为求饶吗？怎么刚刚不是还很嚣张吗？你想要活路是吧？你放心，我不要你1分钱，我保证让你活下去。至于怎么活下去，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。系统开启空间兑换折磨工具。丁，折磨工具兑换空间已经开启，以下工具300点威望值1件，第1件小木驴，第2件，第3件爱的抱抱。尼玛，
你这3件工具看着都很一般的样子，